普京访朝后，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22号抵近朝鲜半岛，停靠韩国釜山港，将参加美日韩首次多域联合军演“自由之刃”。韩方透露说，这次演习是对俄朝签约所做的警告。韩国总统办公室还表示，如果俄罗斯向朝鲜提供高精度武器，韩国援乌将不设限。 韩国海军表示，美国海军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于22号抵达韩国港口城市釜山。这是去年11月卡尔文森号航母后首次由美军航母抵达釜山港，而罗斯福号也是首次访问韩国。 韩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罗斯福号航母的抵达表明了盟国强大的防御态势。据路透社透露，罗斯福号的抵达是为本月底与日韩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做准备。与罗斯福号航母一同抵达的还包括美国海军哈尔西号和丹尼尔井上号驱逐舰。本轮演习结束后，罗斯福号将被部署至中东地区，以接替从红海撤离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自由之刃是美日韩三国防长6月上旬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时敲定的合作项目。演习英文名称 Freedom Edge 取自韩美联演 Freedom Shield 和日美联演 Keen Edge 的各一部分，寓意在美韩美日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边军事合作的高度。演习以三国共同关注的危机事态为响定背景，由美国主导，日韩分工分区协作展开。 值得警惕的是，至今美日韩仅在海上或空中等单一作战领域实施联合军演，包括海军搜救演习、导弹预警演习、战略轰炸及护航演习等。代号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演尚属首次。 外界分析称，此次军演不但是美方兑现去年8月戴维营峰会的承诺，也是美国推动印太北约化的具体体现。演习将于6月底举行，持续5天左右，期间将进行指挥所演习。海上联演将在日本海、济州岛周边海域和菲律宾海举行。美海军将出动罗斯福号航母打击大队，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驱逐舰将与其实施准双航母演习。韩海军派出宙斯盾舰参演，空中演练集中在日本海上空。 距离欧盟正式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高达38.1%的关税还有不到2周之际，中欧于22号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当天，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强调，征收惩罚性关税是最糟糕的选择。德国对关税谈判持开放态度。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2号应约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欧盟发言人吉尔则在视频会谈后透露，双方将继续在各个层面接触。 欧盟委员会本月12号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8.1%的惩罚性关税，导致中欧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中方谴责欧方此举是将调查工作武器化、政治化，敦促欧方深思慎行，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纠正错误做法。 观察指，中欧此次磋商至关重要。双方如果无法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欧盟加征关税的举措将从7月4号起生效。而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则将持续至11月2号。欧盟将在这一日期前确定未来5年生效的最终关税税率。 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即将开启的磋商中，欧盟能在谈判桌上进行回旋的筹码或许并不多。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3号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欧洲、中国、美国的贸易关系中，中欧实际上走得更近。在欧洲仍拥有大量制造业的前提下，欧洲难以像美国一样敢于中断全球贸易，也难以与庞大的中国市场脱钩。其中，欧洲汽车业与中国汽车业已经通过合资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有约1/3的销售额和很大一部分利润都来自中国。 So I think the EU is probably more prepared to negotiate and is less likely to be as hardcore or as robust in its response as the Americans. 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文涛与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会谈之前，当天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会晤时，也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重申了中方对于上述调查和出台关税的反对态度。 王文涛还表示，早就做好了与欧盟磋商准备，并希望德方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舒尔茨总理最近公开反对这项调查，认为此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也认为，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一个最糟糕的选择，并支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本案。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
Ich teile deshalb ausdrücklich. Und das kann am Ende nur dazu führen, dass Produkte teurer werden, dass Menschen dadurch weniger Produkte kaufen können, dass Innovation und Investitionen verhindert werden und deswegen die so dringend notwendig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auch beispielsweise zu neuen klimaneutralen Techniken verzögert oder gar aufgegeben wird. Wäre also schlecht am Ende für nicht nur die Wirtschaft oder die Weltwirtschaft, sondern für die gemeinsamen Ziele, die wir erreichen wollen。哈贝克认为，在11月之前，中国与欧盟还有时间就关税问题展开对话。在这个阶段，谈判是可能的，讨论是重要的，对话是必要的。彭博社指出，哈贝克是德国绿党内部的亲商派，一直反对保护主义措施，支持自由贸易。在欧委会宣布拟加征关税决定后，哈贝克立即呼吁同中国进行谈判。德国经济部此前已表示，哈贝克不会直接参与关税谈判，但会在与中方官员的会晤中推动更公平的贸易条件。作为欧盟宣布对华加征关税决定后首位访华的欧洲高级官员，哈贝克此访目的性很强。哈贝克作为绿党，那么我们看到绿党呢，现在他推行的这个绿色转型，不仅是在德国层面，而且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现在都面临很大的这个困境和这个阻力。绿党的支持率在急剧的下滑，所以说，如果绿党要继续的去推行这个绿色转型的话，在没有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供应的话，那你的绿色转型最终可能只是一纸空谈。来关注美国大选，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6月27号举行第一次辩论。拜登目前已前往戴维营进行辩论前的闭关修炼，27号之前不会参加公众活动。而特朗普则趁机火力全开，在多场竞选活动中用夸张的言辞吸引眼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定于当地时间27号主持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的第一次辩论。CNN 公布了经两位候选人同意的辩论规则，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将在整个辩论期间静音，除非轮到候选人发言。根据规则，主持人还能够使用他们所掌握的所有工具来限制时间，并确保文明的讨论。与以往辩论不同，本次辩论不会有演播室观众。纽约时报披露称，这两项都是拜登团队提出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两人首次辩论交锋。在2020年总统大选，两人的辩论过程中就出现了多次插话的情况。You're a senator. I'm not go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ecause the question is radical left. Will you shut up, man? 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已前往戴维营进行辩论前的闭关修炼。法新社称，这次辩论对拜登来说是一场忍耐力测试。拜登必须说服怀疑者，并对特朗普团队对其智力敏锐度的攻击做出强烈回应。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正在练习站立90分钟，为与对手特朗普的辩论做准备。特朗普方面则一直淡化彩排的必要性，他表示将继续竞选活动，并与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等讨论辩论期间可能出现的外交政策、移民等问题。My strategy is very simpl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t's all. Because our country's going to hell. And we're going to turn it around fast. There's no strategy. We're going to turn it around fast.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ursday. I know he's locked up in a log cabin someplace. You can imagine what he's doing. 洛杉矶时报称，这次辩论创造了几个第一，这将是美国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之间的首次辩论。美国大选周期中最早开始的电视辩论，也是正式选出提名人之前进行的首次辩论。按照以往惯例，美国大选辩论通常在9月下旬和10月开始。拜登和特朗普目前仍然只是两党推定的提名人，预计特朗普将在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提名，拜登将于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提名。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22号在一场集会上表示，他对美国教育部当前的政治立场等问题强烈不满。若自己当选总统，他将废除美国教育部，让各州自行安排课程内容。And I will shut down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we will move everything back to the states where it belongs and where they can individualize education and do it with the love for their children.
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多次扬言要废除美国教育部，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美国教育部门推动或者纵容了诸如种族、性少数等美式政治正确议题进入课堂。此外，他对教育部门无法解决学生贷款等问题表示强烈不满。此外，特朗普还称，如果他赢得大选，他将在就职典礼前结束俄乌冲突。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早些时候他也曾承诺，如果再次当选，他将能在24小时内解决乌克兰冲突。他还表示，俄乌冲突的发生是拜登及其政府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挑衅性言论引发的。Biden was saying all of the wrong things, and one of the wrong things he was saying, no, Ukraine will go into NATO.That's one of the many things he said. When I listened to him speak, I said, this guy is going to start a war. Because as you know, for 4 years, there was never even talk of Russia going into Ukraine.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Russia was not going to attack Ukraine. 特朗普还透露，他已确定副总统人选，他的竞选搭档很有可能现身将于27号举行的总统选举辩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分析称，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和俄亥俄州参议员詹姆斯·万斯可能是特朗普副手的热门人选。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提前公布副手人选，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外界对其在封口费案中34项罪名全部成立的报道。另据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报道，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在南费城的一家餐厅留下了$500的小费，并在收据背面写下了"小费免税"的字样。现场的群众高喊特朗普的名字。I want to leave a tip for you guys. Try to keep them awake. Okay, well, I'll leave a tip. We're going to shoot them up with a lot of How much should I leave them? How much of a tip? You ready? Yeah, all right. I'm going to give you $500. You guys all split it up. Is that it? No tax on tips. 波音客机又出事了。当地时间6月22号，大韩航空一架原定于从首尔飞往中国台湾的波音737 MAX 8飞机，因增压系统发生故障而被迫折返。飞机降落时，有15名乘客出现了耳膜疼痛和过度换气的情况，其中13人被送往医院。当地时间22号16点45分左右，这架大韩航空 KE189航班从仁川国际机场起飞，在空中检测到负责调节飞机内部压力的增压系统出现问题，于当天19点38分折返降落仁川国际机场。据报道，客机在空中从约10000米的高度，很短时间内下降到约2700多米，下降幅度超过6000米。有乘客拍下的现场画面显示，事发时乘务员刚完成送餐，飞机下降速度过快，导致氧气面罩弹出，包括小朋友在内的很多人被吓哭。同时，机舱内气压的快速变化让部分乘客流出了鼻血。有小孩就是一直哭的很大声，其实因为听到那些小孩哭很大声才有点更紧张。一名乘客透露，飞机骤然降3次，他当时感觉面临生死一瞬间。在飞机平安落地后，他走出机舱，呼吸新鲜空气，感觉活着真好。另一名乘客表示，飞机急速下降的过程比他曾经在游乐场玩过的云霄飞车可怕得多，让他的耳膜和头部感到剧痛。超可怕的，有一点降，就是骤降的感觉，然后那个就掉下来，那个氧气罩就掉下来了，然后大概他叫我们就是带着，然后带了大概20-30分钟吧。那个机长就广播说他们已经解决那个什么技术的问题了，反正解决之后，可是突然就是耳朵就开始爆痛，然后头也是非常痛，然后连我的小孩也是哭的，非常痛。飞机落地后，在地面早已待命的消防员和工程师迅速上机检查状况。大韩航空发言人表示，对发生的事件深感抱歉，已经安排住宿和送医等事项，希望尽量为受影响的乘客减少不便。大韩航空说明，这次事故未有人员重伤，旅客们于23号上午10点半再飞台中，较原定时程延误约19小时。有乘客返回台湾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短时期内不敢再搭飞机。你下次还会搭这个航空吗？不会，不会了呀？怎么说？你不会再搭？就是下到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搭。是不会搭大韩，还是说不会再搭飞机？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搭飞机。OK， 真的吓到了。对啊，蛮恐怖。
这架被迫折返的班机为波音737 MAX 8机型，最多可以搭载210人。当天乘客有125人，很多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留言质疑波音飞机的安全性。波音多个型号的客机近期状况不断。20号凌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8飞机从印度海德拉巴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波音客机，因起飞后出现引擎问题，折返降落。17号，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 VA148航班由于引擎起火，紧急备降新西兰因弗卡吉尔机场，型号是波音737-800。而在19号，美国2起波音737 MAX 坠机事故遇难者家属要求美国司法部对飞机制造商处以最高247.8亿美元的罚款，并推进刑事诉讼过程。